从睡网吧到身价过亿了，对，只用了2年多时间，2年多时间，然后大概用了6年多时间，我弄了30多个亿吧。30多个亿啊？对。那么他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在牢里啊，是什么在牢里啊？对。那么大辉哥啊，来聊聊你的这个同行吧，也是一段非常大起大落的经历是吧？对，这哥们姓毛，他呢是11年左右来的上海。刚来上海的时候，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睡网吧的。哪里人啊？湖北人。他原来做老师的，然后自己不甘于平凡的生活吧，想来上海闯一闯。然后刚来上海的时候做过房产销售，然后后来去了一家第三方理财公司，然后做到 top sales。但他自己确实很努力，然后很快就做起来了。我跟他相识的经历是因为那时我在信托公司，那时是卖方市场，就基本上我们说了算，所以从我们手上能拿到额度，他们就能赚钱。当时他来信托公司找我，然后他做错了一个事，就是他不应该到楼上来找我，因为我给他的一些额度属于私下帮他的忙，但是他带着客户来公司楼上找我了，那导致很多同事都看到嘛，那等于把我给卖了。我就比较生气，然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他这个人呢，为什么能做起来，也是这一点好。他是那种只要你对他有用，你打他左脸，他会把右脸伸过来给你打的。所以在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包括当着客户的面，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一直在想的都是怎么样帮你解决事情，怎么样给你把影响降到最低，让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慢慢给了他很多额度。然后这个人为什么能做起来？第一个源于他这种性格，他是只要你对他有用，他会完全放下自尊和面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时我们在上海做信托渠道的时候，基本上海的那些银行都是我们的主要的渠道客户，但是已经被跑完了。但这哥们另辟蹊径，他跑去江浙一带的那种3线城市，甚至一些县城，去跑那些没人跑过的银行。而且这些银行第一个没怎么被这些信托的销售员所骚扰过，第二个呢，就是他去还有一个跟别人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正常的你去请银行的人帮你做渠道，无非就发个名片加个微信嘛，然后如果把产品发给别人，别人帮你卖了，你给别人结佣金。他不是，他是直接带着他当时仅有的几百万全部换成了现金，然后去那边请银行的行长或者理财经理吃饭。吃饭的桌上，他是按照你的职务或者你银行规模的大小、客户规模量的大小，一人给个3万5万，先给。如果以后帮我们卖了产品，我们再从佣金里面抵扣。那我们通俗点来讲，它到底是就是说具体是靠什么来盈利的？那个时候，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卖那信托产品也好，有限合伙也好，利润空间还很大的。因为当时最主要做地产信托嘛，地产信托当时很多项目能给到30个点以上的成本啊，信托报酬一般几个点，然后给客户10几个点。然后剩下的都是销售费用。那比如说你1年期的可能，比如说3个点或5个点的销售费用，那2年期就乘以2，就6个点或10个点的销售费用。他给银行的客户经理只给1个点，大头全部都他吃。这些人哪怕知道外面的提成比他高，还是找他，第一个他会做人，第二个他豪爽，他不只是给这些销售费用，就是逢年过节的送礼，包括每年他都会去请这些人再去吃喝玩乐啊之类的，反正就把关系处得挺好。那么像他的话，就是1年的话赚了多少钱呢？最厉害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1年应该赚了1-2个亿吧。做起来之后，他也从那家公司离职了。他是我见过应该算从0到过亿最快的吧，大概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就已经过亿了。从睡网吧到身价过亿了。然后大概用了6年多时间，然后弄了30多个亿吧。30多个亿啊？对。那个时候他是多少岁啊？大概83年的。那么他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在牢里。什么在牢里啊？对。怎么跑到牢里去了呢？因为这哥们比较传奇的一点就是他当时做有限合伙其实挺赚钱的但是呢后来他接触了一个操盘手，给他做那个股指期货，然后在15年那一波他给了几千万给这操盘手，1个月时间别人帮他翻倍了所以他开始尝到了甜头，就开始一直在弄股市，把自己的钱包括募集来的钱全部投到股市里面，然后持续性的投，从那16年、17年，包括18年，市场行情都不好嘛。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投了那么多钱在股市里面，以为他正常的把钱借出去了，就募集来的钱借出去了，但实际上不是，他都投到股市里面了。包括自己吃喝嫖赌花了很多钱。他原来为了一个18线的一个小的女明星还专门花了1-2千万找了一个导演，给那小明星拍了部戏所以他是一个算情场浪子。他去类似于爱马仕去买奢侈品，他可以马上把服务员的微信加了，但马上搞定。他是不是形象也不错啊？形象不算好也不算坏
就跟你比的话怎么样呢？那肯定我强一点，肯定强一点啊。那么就是说他把募集来的钱，因为都去做股指期货去了，就等于全赔掉了，赔掉很多，反正窟窿堵不上，因为你堵不上了，你募集来的钱你最终要还款的嘛，对啊，最终他可能好像有10个亿的窟窿没还上吧，说是当时在澳门准备出境，然后被抓回来了，判了14年半。出来也等于一无所有了。出了肯定啊，他原来资产不但没收了，还罚款，他都交不上。哦哟，他这一段经历应该是很多上海做金融人的经历。野心太大了，这个。对，因为那来钱太快了，你克服不了那个诱惑的。爱在深秋的耶稣，我觉得对股市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还不够。以他的14600点，包括700点为一个噱头，制造了很大的流量，但是专业性谈不上吧。在你看来就普通的散户呀。那么大辉哥股票这么多年做的怎么样呢？反正大起大落都有吧，目前应该算是稳定盈利的。比较大的时候是怎么个大法呢？比较大的时候，账户里面本金就有几个小目标。那么弱的时候呢？爆仓呀，然后还负债了几千万。那么现在呢？现在应该算有几千个，算财务自由吧。对现在这个股市怎么看呢？目前这一波人造牛市，说实话，如果没有经济复苏的伴随，这波行情不会走太远。尤其是川普上台之后，各种贸易战、科技战，包括卡脖子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预期，都会接踵而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监管过于的干预市场，所以导致了我们的市场不够市场化。那么给普通这个炒股的人一点建议吧。如果你还没炒股，建议千万别来股市了。如果你在股市还没亏多少钱，建议赶紧销户，因为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2亿人充分竞争，而且它的制度也不够完善，里面会有各种坑和漏洞，你想都想不到。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也说不了。那我想知道一下，像广东路那一圈你认为他们都是属于什么样的股民呢？广东路那一边，我觉得算一群老股民吧。老股民。我跟他们接触也不多，对，但是我看过有一个爱在深秋的耶稣，我觉得他们会对股市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还不够。尤其那耶稣吧，以他的14600点，包括700点，700块。然后为一个噱头，制造了很大的流量，但是专业性谈不上吧。在你看来就普通的散户呀。如果说对之后行情的期许的话，首先第一点还是看我们自己的经济复苏情况。虽然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最多也就领先个10个月到1年多嘛。你没有足够多的经济数据的支撑，这波行情纯粹的靠政策的一些利好是无法持续走下去的。第二个就看川普上台之后，跟我们的贸易战也好，科技战也好之间的一些制裁和互相反制的一些拉扯，我们有什么样的利好政策来去应对。最高的时候差不多15、16年吧，大概几个小目标吧。那会儿主要还靠股市吧，15年那波牛市嘛。后来16年的时候，因为自己加了比较多的杠杆，然后又死扛，最后破产了。大家好，我是王九姑啊。那么我身边呢是大辉哥啊，也是一个财经博主啊，很有幸来采访一下他啊。我呢，主要是06年那会儿大学还没毕业，被一部香港的电视剧叫《大时代》给洗脑了，所以一定想着来上海做金融。主要2个原因。第一个，我家里没钱没权，那来上海算是中国最公平的一个城市。那只要你有能力，然后肯努力，我觉得应该能拼出来。第二个呢，就是金融这个行业，我觉得算是可以不需要那么多的本金，然后也能拼出来，算是空手套白狼的一个行业，而且我看好长期的发展。还有就是所谓的夜上海让我着迷，我当时北京、深圳、上海。我想了很久，北京的话，我觉得它的文化太古板了。深圳我自己湖南人，所以我很多同学包括亲戚都在深圳，但是深圳让我感觉还是没有足够多的文化沉淀，我觉得有点像暴发户可能更多一点吧。当时的给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像，所以最终选择来上海。上海的话，一开始工资拿多少呢？600块钱一个月。600块钱一个月。对，06年。06年。对，那会儿来上海做金融几个选择，第一个去银行，大概拿3000块钱左右；第二个做保险，甚至连底薪都没有。最后我还选择做证券，是因为我觉得证券公司
可能里面很神秘啊，操盘手啊，做庄啊，内幕啊，包括自己怎么做交易啊，这些东西很吸引我。当然，最终后来真正做证券的，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不是那么回事。那么后来慢慢点做到什么程度呢？做的还不错吧，反正从我入职进去，我也开始做管理。我们当时的老板现在在金融市场还挺有名的，当时他挺赏识我的，因为我大学有自己创业的经历。虽然我那时连股票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然后从第一个月一直到我2年多后离职，我的团队一直都是全公司第一。公司总共5个团队，几百人，我这一个团队的业绩比那4个团队加起来还多。那2年里的话，你赚了多少钱呢？反正每年大概几百万还有，因为那个时候特别赚钱，那个时候证券行业的佣金还3%。对啊，那出来之后呢，去哪里呢？出来之后，后来去了，还在证券做了一段时间，去了另外一家券商，其实属于证券行业的末期，就那佣金战打到后面，基本上都是万分之几的佣金，我也觉得这行业没了，没戏了。对，已经没戏了，佣金呢一旦降下来就上不去了。然后我原来的下属，当时他们也跟我说，你赶紧来做信托吧，信托太赚钱了。他说我随便卖了一单就赚几万块，而且只是群发了一个短信，他连电话都没打，就群发了几百个号码的短信，然后就成交了，赚了几万块。我也想着，这确实是个好方法，我也自己去了解完这个行业，我会发现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那时信托产品实际上是额度很稀缺的，他们第三方理财公司实际上很多额度都要去求爷爷告奶奶问信托公司要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去信托公司呢？对吧？我要去上游啊，卖方市场。你信托做了多少年？大概也就2-3年时间。然后从那出来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很赚钱嘛，自己成立了第三方理财公司在做。做第三方理财公司的时候，发现卖项目实际上还是下游，你得去做项目，比如说项目的承揽和承做、承销，3个一条龙。如果你能全做到的话，那更赚钱，利润全部都自己拿，而且所有的环节你都能掌控。所以后面慢慢的去做这一块去了。那么这时候你已经赚了多少钱了呢？最高的时候差不多15、16年吧，大概几个小目标吧。那会儿主要还靠股市吧。因为那一波15年那波牛市嘛，但后来16年的时候，因为自己加了比较多的杠杆，然后又死扛，最后破产了。破产了还？对。那么大辉哥，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现在应该算重新站起来了吧，至少吃穿算不愁了吧。又赚到几个小目标了？从上次破产没那么多，但勉强算财务自由吧。财务自由。你现在就是一般性干嘛呢？平时？我现在最主要做投资吧，1级市场和2级市场都有做，因为也做这一行做了快20年了，朋友还挺多，有合适的1级项目我会投一点，然后2级市场主要是自己在做，并不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你每天要看很多研报，要复盘，要做交易，要看盘。对，所以这实际挺花时间的，就是这种状态持续了1年多时间，我自己感觉有点无聊，所以自己现在又出来做的自媒体，然后没事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另外的话，可能后期如果有机会，可能还想做个自己的私募吧。那么大辉哥现在在上海也是就该有的都有了。目前应该算是以后就打算是长居在上海了。我本来就早就定居了这房子买在哪里呢？哪个区啊？在浦东就是也成家立业了，相当于是。对挺好就是离机场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特别近，对，很近的。我前面查了一下，好像就3-4公里。对的。你如果出去旅游出去的话，机场倒是蛮近，可以赶上最早的一班。对的。这个房子很抢手的，我买的时候只有55万，我现在把它要100万卖掉，随随便便就卖掉了。大家好，我是王秋挂，今天来拜访一下老张啊。不敢当。Coco 我是他忠实的粉丝，铁杆。感谢啊。哎呦，老张啊！弄好，到你家里来参观一下。好，来不下。我的家，哎呦，我清爽啊！你这里是一室户是吧？设备搞得倒蛮干净的啊。自家东里向弄清爽，中浪向5几米，少里多8块。家里几个平方？这个？家里我里向摆中33平方吧。33平方。门口这里有个小的别墅，别墅小别墅，这算门蛮古色古香的嘛。这个是卫生间，都是单用的，多门多卫的。卫生间。那么这里就是你帮你老婆2个人住？对。你小孩结婚嘛，住到外面去？他们住外面。对。像这里是属于是什么地块的？属于华漕地块的。华漕就是离机场虹桥机场
虹桥火车站特别近，对，很近的。我前面查了一下，就3-4公里。对的。那像你这里这个声音，飞机的声音蛮响的，应该还可以。会有信号什么有干扰吧？没有，我们这里正好它劈开这个就是机场信号区的。劈开的这里是，对，我们不是正航向啊。因为我前面过来发现这里附近地铁也没有的。对的，对吧？还是蛮偏僻的，对吧？对，还有农田嘞，这个。对。那么像大哥，你这套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我10年前买的。10年前买的，多少钱那时候？我买的时候只有55万。55万啊？对的。这么便宜啊，这个房子啊？这个嘛是老公房，老公房。多少年房龄啊？房龄嘛有30几年吧。现在价格多少了？价格只会100多万有的。100多万。也是涨了。涨的。但是相比较上海其他区域啊，这里的房子还蛮便宜的。对的。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一个是没地铁，交通不方便。对。还有呢，就附近好像商店配套比较少。对，比较偏僻。对。但是离机场近啊。离机场近。像就是你如果出去旅游出去的话，可以赶上最早的一班车。对的。那么像你就小时候啊，是出生在哪里呢？我小时候出生在普陀区长丰那里。长丰那里。你冰箱也是放在房间里面。对的。那么怎么会想到买到闵行来呢？闵行来嘛，就是那个时候看看房价还可以嘛，便宜啊。便宜。像那个时候有眼光看中自己的人多吧？多的。上午这套房子，我去买的时候交了定金2万块，然后房产中介就说人家也有个人要来买的。这会不会是他套路啊？这故意这样讲？不套，想叫你快点下单。不是的，他用不着的啊。这个房子很抢手的。啊。那现在还抢手啊？现在照样抢手啊。我现在把它要100万卖掉，马上就卖掉。因为你说100万左右的话，在上海毕竟还是属于闵行区。对的。离机场又近，跟长宁跟嘉定三交界。长宁、闵行、嘉定三交界的地方。那像你现在这里住方便不啦？方便的买菜什么方便吗？方便的，因为干什么呢？我有助动车呀。如果没有助动车就不方便了。买菜的话离这里多远？我开助动车过去5分钟。那可以。医院呢？这里附近？医院也有。什么医院？你像这个长宁区中心医院，我们开过去车子嘛，20分钟也到了呀。要去长宁区的医院。我如果到华侨这里医院1刻钟，宏康医院。我们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风景。那边高架是什么高架？那么高啊？那个高架就是立交桥吧？立交桥。对。这边那边方向是什么区啊？那个地方也是闵行区。那我就想个身高还没高。身高没高。对，还比一般性房子要高。对。人家那个大厨一搭的话，上面没多少空间。对，我上头最起码还有得80公分有的。侬高头好搭上来个。好搭啊！你要空上去。没必要了。那么像这个房子会有什么沉降问题吧？你附近毕竟有火车站的，又是机场的。没有沉降，我们这个房子质量很好。质量很好，杠杠的，对吧？杠杠的，不像豆腐渣工程。这个房子钢筋混凝土就像碉堡一样的。碉堡一样的。这个原子弹轰过来的。我原子弹轰过来像碉堡一样的，跟你说很牢固的。固若金汤，固若金汤。防空洞了，这个。固若金汤。可以的，非常安全啊。2年之内肯定拆了。这个房子要拆啊？要拆的。我们这个地方要造有隧道从底下经过呀。什么隧道是？就是从嘉定过来的那个隧道通机场了呀。这已经是公布出来规划了。它下面造隧道吗？你上面房子对吧？不行的呀。不行的呀。影响的呀。拆迁嘛，你们蛮渴望拆迁的。也无所谓。他拆最好，他不拆我就在这里也蛮好的。搿么哥啊，像侬是讲侬自己吃过8趟老椒，2趟大营啊，侬是因为啥事体进去的呢？我侪不吃，为了生计啊，没办法呀，搿辰光。侬今年是几岁了？我今年61岁了呀。侬最后一趟是啥辰光？2005年啊。像侬自己主要是补啥么子呢？那自己嘛，手机对吧？皮夹子、钞票侪捞呀。就是像苹果手机不只要是钞票手机侪捞的。咁譬如讲侬搿几趟被捉牢啊，是哪能被捉牢的呢？没当心。那有被群众捉牢也有啊，要被便衣捉牢也有啊。侬没办法，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对吧？就是讲阿拉出来了，早浪向从屋里向搿只门搿只脚踏出去了，就没想过要拿搿只脚收回来，回来就回来了，勿回来嘛就捉脱了。搿样子。像侬搿辰光哪能会得进入搿行当的呢？是跟啥人学还是啥？跟啥人学也勿要跟啥人学，也讲天赋啊。有种人侬高伊手牢牢手高伊也勿一定高得会，侬有个胆侬就出得了手。阿拉搿肯定是勿提倡做搿事体。搿是肯定。对伐？阿哥现在呢，只不过是就是讲下伊个经历，对伐？搿种事体呢是肯定勿是勿提倡了。毕竟现在天眼介许大，对，侬做也逃勿脱个。对，一是天眼介许大，啥形式啦？侬还去偷物事啊？那人家外地人也勿做了一种。侬就是讲搿几趟进去哦，最长趟是关多少辰光？最长趟2年半。2年半啊？一趟是关了啥地方呢？就是英高路。就是基本上上海的搿种监狱侪关过了。上海的劳教所、看守所、上海法院基本上侪打过交道了。
咁么像侬进去的话，人家侪基本上侪认得侬了。基本上侪认得个。像阿拉被伊拉捉牢，侪关了803福州路个，搿种侪属于特工王牌一样个。侬是王牌。王牌。搿侬有啥绰号勿啦？搿绰号啊，搿辰光我叫方圆。辣西部基本上这个地方的一带人侪晓得个。为啥叫方圆呢？因为阿拉整个区域，它不是方的，就是圆的，就是通行无阻的意思。侬是一个就四通八达个人，渗透就是就像只老鹰一样，对伐？眼睛老实个搿。对。咁么像㑚屋里向人闲话，侪晓得搿事体。屋里向有种小事晓得个，但是屋里向人最好就讲侬勿要做搿事体，对伐？所以屋里向人讲起来，但是搿种事体成年人了，屋里向人讲勿牢了。屋里向人哪能办呢？对伐？屋里向老早点吃管是爷娘看，后头呢吃管是老婆看，亲戚朋友看，就是呢侪来过来看个，也没人抛弃，屋里向也没抛弃。我好坏了一点，人家市局里侪晓得个。我大烟勿吃个，因为要是大烟搭界了也报废。大烟就毒品了。毒品啊！像侬现在是就讲彻底是改邪归正了。彻底了，彻底告别过去了。辣老早里向头教练告阿拉讲要哪能脱胎换骨，没用个呀。要侬自家本身就勿做了，搿桩行当关脱就关脱了。现在就是讲改邪归正，改邪归正，好事体，好事体。太平就太平嘛好了，太平了，对吧？太平。大哥，你说你那个时候还偷渡过去日本啊？对。你去干嘛呢？第一个那个时候年纪轻，对吧？想外面去闯一闯，见见外面的世界。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20几岁吧。后来日本待了1年多，爆掉了，被核户口了。后来被警视厅抓住，后来遣送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九挂，今天来拜访一下上海老张啊！谢谢酷酷，谢谢酷酷。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时候怎么偷渡过去啊？坐船上面？对，船上，我们从公平路码头，就是这个集装货轮嘛。哦，专门有人接应的。你躲在哪里啊？我躲在船舱里啊。船舱里面，全部船舱里啊。没有人查的，还是没查到啊？不是，这个有收头的，有收头带过去的。就是你反正交了钱交了钱，就反正保你过去。对。交多少钱那时候？那个时候我交了是8万块钱。那就是80、90年代了哇，8万块钱，8万，那也不少啊。也借的。对的。那么你过去之后是停在日本哪里呢？我们停在横浜，知道吧？横滨横滨。横浜。横浜哎呀，你日语也是会一点的。会的。那么去那边之后，就是说想打黑工的。黑工，那个时候赚钱啊。赚钱。那么打了没有呢？这个？打了一段时间。是怎么？是餐厅里面？我们怎么说呢？也有人引荐过去的，不是餐厅里面，我们就过去帮人家搬东西。搬运工。那个时候人家说那边有什么背死人什么的，有吧？有的，但是我们不背死人的。有点晦气，对吧？不晦气，不背死的。这个大概钱蛮多的。钱多的。那么你去后面搬运工之后，一个月收入有多少？那个时候？总共一般单是700块而已。我们讲人民币的话，一个月可以赚到1、2万。一个月1、2万。那个时候上海的收入才几百块钱。几百块钱不成正比的。那么你做了多久呢？我没做多久，做玩，对吧？有时候也不敢多出去，白天不敢出去的。为什么呢？身份问题，对吧？我们偷渡过去黑户啊，对吧？对。有时候也想出去玩的呀，年纪轻啊，对，好奇啊，对吧？那天就是因为出去玩被警察抓住了呀。是玩什么东西呢？那天也想说日本人他妈洗澡，对吧？都是混洗的，对吧？也想过去见识一下，对吧？我们还没到澡堂子呢，对吧？还没见识到，就被警察逮住了，问我们查户口了，查身份证了。因为那边警察眼睛很尖的，是日本人、中国人一看就看出来。对的，很尖的。再说我们语言也不大通不要讲了，大陆人，对吧？然后直接把我们，他也有翻译的，会说中文的。就没商量的，直接遣送回来，就也不用赔钱，不用怎么样，也不用吃官司不用，就反正就把你送回来。先关在这个收容所一样的，他们一个收容所全部收容了。关多久啊？关了1个星期吧。1个星期，有吃有喝的，有吃有喝一个人关1个房间。这可以的。每天给你3根7星tobacco。还有香烟草。tobacco。吃的东西像盒饭一样的，每个人一小个给你的，是吧？一个人听广播也听不懂，反正他每天包括电视，一个电视就洗浴都在里面，很干净的，是吧？后来我们到了那个，他们专门个大巴士把我们送到机场。还让你们机场回来？那肯定的了。那机票你们自己掏？我们不买的。他们全部他们。还免费坐趟飞机了。送到虹桥机场下来了。虹桥机场那个就是虹桥派出所那女一个机场派出所嘛。那么这个东西一弄偷得过去的以后不要偷了吧，不要过去了，就结束了，回去吧。那么你这个1年里面总归是赚了多少钱呢？你8万块钱赚回来了吧？赚回来。额外呢？额外赚了大概有40多万。还额外赚了40多万
那你这个一个月才赚个1-2万，怎么一年能赚到40多万呢？啊，那个时候还带点偏门吧。哦，这样的40多万。对。那你这个时候拿回上海来的话，那像大户嘞。对的呀，然后这钱回来，自己守不住呀，守不住，还是赌掉了。哦，赌掉了，又赌掉了，全部赌掉。在赌博的人你知道的呀，哎呦，他除了没钱的不赌了，他有1分钱他也要赌了呀。像很多日本回来的，有的嘛在上海买几套房子，对的，有的嘛可能继续做生意，有的抽大烟消灭掉了。哦，像你们就赌博赌掉的，哎呦，蛮可惜的。你看这个，对的。开始的时候也吃到点甜头，赢了10几万，后面没有赢，只有输。那么大哥，你说你那个时候赌博赌掉了一套房子，爽光光。跟着我10年前头吧。你是玩什么东西呢？玩的百家乐。哦，又是百家乐，好像很多人都是玩百家乐败掉的。我玩了1个星期。哦，1个星期啊？被朋友带过去的？朋友带过去的。之前没玩过了？之前没玩过。哦，开始的时候上来也吃到点甜头，赢了10几万。哦，10几万嘛，有了甜头嘛，想这个地方倒嘛来钱蛮快的。对，这样接着玩，没有想到就被一直套住，到后面没有赢，只有输。到最后输掉一套房子，200万。200万啊！那么你那个时候其他地方还有房子吧？其他地方还有一套房子。哦，还有一套房子就卖掉一套。卖掉一套。1个星期输的200万啊！哎呦，你觉得是不是什么被套路了还是怎么样？我也没有感觉套路，反正愿赌服输吧。愿赌服输啊！那么你现在还会玩吧？不会玩了。现在就是说不玩的话，那主要玩点什么呢？有时候嘛，嘎嘎一起玩点小麻将啊。小麻将输不多的，对吧？输不多的你就是娱乐麻将那么你那个时候输掉一套房子，你家里人、老婆什么的有意见吗？有意见的，有意见的，有意见归有意见呀，没办法的呀。输掉了也不跟人家再要回来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要奉劝大家，就这个赌博真的是不能碰，对吧？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赌博害人的。害人害己，对，害了家人。现在嘛，在家里对吧，安安稳稳的买菜、烧饭，也把心收回来了。有时候到农家乐去和以前的同事大家一起出去玩。那你现在退休工资的话有多少？4000不到一点，这点钱够吧？够，绰绰有余了。那么大哥，你说你是大大小小进去过10次左右，对吧？加起来也有10几年。那么你也是觉得青春一个是浪费掉了有点，还有个呢有点亏欠家庭。对，像你现在退休后的话，就陆陆续续的也会抓紧时间出去玩，是吧？对的，一方面去玩，一方面弥补当年离家对家庭的弥补吧，对吧？和亲人的以前是聚少离多的日子吧，现在嘛在家里对吧，安安稳稳的买菜、烧饭，也把心收回来了。像你现在是跟你老婆2个人住？对，我什么麻大烧的侬做了？麻大烧都是我做洗衣服也是你做？也是我做那你老婆就是平时上班？就是上班你们现在就是退休在家里，对的，也不工作了，对吧？不工作了。那老婆虽然说以前可能对你不太满意，现在估计对你挺满意的，挺满意的，把家里弄好了，家庭主妇了变成。对的。你前面还说就是说经常会去农家乐玩吗？现在？对，有时候1个月下来嘛，对吧？在家里也很那个的，有时候也到农家乐去和以前的同事大家一起出去玩。不是和你老婆出去啊？老婆还在上班呀，没有机会呀。等他以后不做了，会跟老婆一道出去的。农家乐一般性去什么地方的农家乐？江浙，还有远一点的嘛，河南。一般性去几天呢？远一点的嘛5天7天，近一点的嘛3天。一般性这个花销多少呢？一般性的话3天的话，一般就是500块左右。一个人啊？一个人。像你们这个大男人过去嘛，也就是搓麻将。对吧？对的，喝老酒，斗牛逼，这个斗牛逼，农贸市场斗，就买点茶叶看到好的特产嘛，买点带回来那么像你前面也说你是工龄18年，对吧？对的，因为实际上一个是进去过那么多年，其实没怎么好好工作过。对。你以前是做过什么工作呢？我以前在船上做水手。水手啊？对。大力水手这个。大力水手。那船上的日子蛮枯燥的。很枯燥。你走的什么航线啊？我们走的内河就是不出海的，最远跑到长江就可以了。这样子。内河。一般性多久靠一次岸？一般性总归是有时候3、5天也有，1个星期10天都有的。钱多不啦？钱多的。钱蛮多的。那个时候以前刚上班也不会抽烟，我16岁就上班了。我父亲死得早嘛，我顶替的，就是童工了这个。童工了那些船上的那些老水手嘛，都会抽烟喝酒的呀。你说进入什么环境就学什么人了呀。对吧？赌小钱也赌的呀。船边停在那里也很枯燥的嘛，打小牌。对吧？就是这样也消磨时间吧。你船上做了多久啊？船上做了9年吧。那么你后面9年的工龄是做什么呢？
那个时候出来了嘛，混混保安呐、累计这就做了9年，到退休嘛就18年啊，18年。那你现在退休工资的话有多少，4000不到一点。 ？4000不到一点。哎你觉得像你现在退休在家的话，有时候去农家乐什么的，哎有时候搓小麻将，这点钱够吧？够，绰绰有余了。哎呀，可以。那像你小孩什么也结婚了，你也不用操心了。不操心。平时嘛就是一些买菜的钱。对，都合理化安排好的。玩的钱归玩的钱，打小麻将的钱归打小麻将的钱，买菜的钱归买菜的钱，哎呀都分好的水电煤的钱归水电煤的钱啊，这个都是有预算的。如果这个打小麻将的钱输掉了，这个月我就不来了。我也不跟人家借，买菜的钱归买菜的钱，不会动的啊。所以说每个月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那比如像人家还会准备一笔养老钱，你现在这个存款存得多吧？存款也有，啊，也有的。老婆的钱全部存起来，我的退休钱拿出来就是开户上。哎跟很多家庭一样，哎老婆的钱存起来哎，你的钱拿出来用。对。哦，像你和你老婆这个身体现在蛮好，应该都可以，都不至于。啊，去医院这个开销就大了，对吧？你就是钱再多，医院去不起啊。对对吧对。金拨人家开断脱，骨头拨人家开脱。葛么哥啊，聊聊侬搿小辰光经历伐？侬老早子虹口区，侬也是一把手啊？一把手呢谈不上，小辰光呢比较调皮捣蛋，挨下来呢爷娘呢侪比较担心个，做过呢老许多勿好个事体。譬如讲呢，譬如讲嘛，就搿种打相打、那开人啊，搿种事体侪有个。哟，侬介狠啊搿！但是有一点呢，侬勿要看阿拉搿眼调皮捣蛋个人，但是对爷娘呢，侪是蛮好个。侬再回过头来，侬看看，人家真个老早上海滩人家混个好个人，辣盖屋里向对老婆侪老好，对爷娘侪老孝顺个。葛么像侬今年是几岁了？是啊，实际上年龄勿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侬经历过多少事体。葛么哥啊，侬讲侬也蛮讲义气哦，侬讲曾经帮兄弟侬也受了勿少伤啊。筋拨人家开断脱，骨头拨人家开脱，好看叫伐？搿伤口可以，没得个。侬看，喏，阿只骨头拨人家削脱，筋拨人家开断脱。挨下来两只手就勿一样了，搿只手是搿能样子，啊，搿只手就勿来塞了。哦，是哪能回事啦？搿桩事体啊？老早人家阿拉兄弟年纪轻，欢喜人家一个小姑娘，没想到踏到一只坑里头了。人家叫得来10几人打伊，我为了救伊，就辣盖新天地，新天地好了地。哦，就㑚兄弟看中人家女朋友了，把人家男朋友的10个兄弟寻上门了，对伐？对，后头没办法呀，只好去救呀。侬单刀赴会啊？单刀赴会，就一个人，对方11个人。侬等于一挑11了。因为侬11个人，侬打一个人，肯定是搿一个人把里向围了该打。就是讲呀，葛么我只好抓人家，抓了人家之后，我把伊拉出来，伊让我手一挥，伊逃脱了。哦，伊逃脱了，救了，没想到阿拉兄弟逃脱了呀。后头就等于我就看牢自己逃脱，不知道我哪能会得骨头把人家削脱呢？伊拉用啥吸的？啤酒瓶。哦，啤酒瓶子。因为为啥刀口帮啤酒瓶划个伤口，伊是勿一样啊个。一个是侬永远是合勿起来个，如果刀口，伊紧侬晓得伐？哦伊细，刀只有多少克啦？搿旁边没人来拉，没人来拉，警察辣盖旁边看了该，等他弄好了之后再还有个。葛么侬最后送到医院去看下来哪能呢？看下来嘛就是动手术呀，两只手等于废脱了。废是没废个，现在力道还是老大个。搿勿是废脱了，搿是哪能讲法呢？有后遗症个。就像我搿叫啥搿只小指头，伊上头搿一面啊，永远是发麻个，哦，没感觉个。葛么哪个兄弟后头拨侬啥交代了伐？没交代啊，伊举了我病房门口头啊，我讲侬走伐，搿么没办法个呀，哪能办呢？人对勿啦？阿拉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家为了自家也是一种正常个。葛么哥，侬老早子是啥个小学或者啥中学毕业个？海宁路一小粤东中学。哦，侬看过热血高校伐？看过个。热血高校就像我中学一样。哦，㑚中学老乱个。最早叫四川中学。哦。后首呢，因为被一个广东人买下来了。所以改名叫粤东中学。阿拉里向多了一门课是广东闲话。葛么哥，像侬搿种性格闲话，女朋友应该勿少搿种伐？搿问题问了侬哪记头难脱了啦？女朋友呢，谈了是勿少个。我帮侬讲搿样一桩事体好伐？我老早谈了一个女朋友，伊后头呢，辣盖就讲谈个情况下头，伊寻了一个自家高中里向一个同学。后来我就想不通了，我看到搿男个，伊叫我阿拉3人出来谈个，侬晓得伐？我讲伊有啥么好，啥么比得过我？后来后头伊讲了一句闲话，伊讲侬啥么子侪比得过伊，但是有样么侬比勿过伊，侬晓得比啥么？
侬猜不出。伊帮我讲，侬啥物事侪比人家好，就一样物事没人家好，比老实。哎，我心里向就辣想个子，但是呢，过了老许多年以后呢，伊帮伊拉个男朋友结婚了，生小人了。搿辰光我才晓得了，原来伊选择的是正确的。戒毒所，你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去呢，你肯定是适应不了。每一个人啊，都不要去犯错，有的错是你承受不了的。大家好，我是王九瓜，今天来约会一下这个上海张大哥啊，聊一聊他的经历啊。我也很高兴认识我这位兄弟。你也是不做大哥很多年了。哎呀，大哥谈不上，但是呢，这个朋友要认识的。那么大哥啊，前面了解到你蛮调皮的，后来你说你也进去过，对吧？进去过多久呢？一共？进去过前后加起来5、6年吧。你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啊？人啊，没有自由啊，他肯定是不好过的。希望呢，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呢，不要去犯错。你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呢？第一次08年，那个时候我才22岁。你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去呢，你肯定是适应不了，包括你吃的、穿的、住的。你是关在上海哪里？英高路戒毒所。哦，戒毒所啊。还算监狱吗？监狱。所有的管制那种场所基本上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属于刑事犯，一个是属于戒毒所，但是待遇都是一样的。戒毒所你关了多久啊？4年啊。哦，就戒毒所就4年了。2次呀。戒毒所的人呢，其实他们曾经都辉煌过。就像我说的，你上山的人不要去仰望山顶的人，山顶的人也不要去藐视下山的人，因为他们曾经辉煌过。那么你能聊一下里面的生活吧？里面的生活就是，那你要说新收还是不是新收？如果新收的时候呢，是有点累。打个比方，你蹲下来，叫你头那个贴在地上，然后呢，最早一批嘛，就是吃点电警棍，时间长了嘛，就换成那个辣椒水，也都有的啊。那么这些你都经历过？那我经历过了。你受得了吧？这样子？我受得了，男人嘛，你总要硬一点嘛。警察这方面也做得挺好的，也告诉别人不要去玩不该玩的东西。对，要控制住自己。哎，那么这个戒毒所帮监狱一样的，也是长明灯啊，晚上不关灯的啊，不关灯的，因为为什么？怕你们出事情啊。哦，你如果灯关了，一个人上吊了怎么办？哦，谁都看不到了，你怎么去救？那么你现在在里面一天的生活，你是什么样的呢？简单讲一下吧。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我是小乐队的，吹喇叭的，里面还有乐队，吹小号的，去表演的还要。我们呢每天呢比别的戒毒所的好一点，他们呢要上班。工厂里面流水线上要干活，我们呢就在乐团里面吹喇叭，比他们好一点。就是不要去瞧不起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人，要尊重每一个人，这个才是最主要的。那么像里面还有什么娱乐活动不啦？有啊，我们平时走来走去都有的。我们是这样的，中队里面一个楼面门都开着的，大家走来走去聊聊天，这样子的，这样可以的。你不能说你出了中队你去走来走去，你这个变农贸市场了。里面估计也蛮无聊的，就大家聊聊天了，只有，对吧？其实不无聊，它是一个浓缩性的社会，你会接触到很多这个社会上面不同的人，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让我成长了很多。但是这种的成长，我不希望别人也这么成长。对，大可不必。对。哎，里面吃的怎么样？还可以吧。你如果是过年的话，吃的绝对好，10菜10个菜，鸡鸭鱼肉蹄膀都有。大家在一个圆台面上了，对吧？一个房间10个人，什么菜都有的。每一个人啊，都不要去犯错，有的错是你承受不了的。我希望的是，看到这个视频的人，不要去过这个生活。